我们继续来做题，还是给大家做经典题型。看一看这种经典题型，如果出现在期中期末卷的压轴题上，那你能把它解决出来吗？好了，大家先看看题。不要以因为题问比较多，说的话比较多，我们就认为它如何的难，立刻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不会。其实不要这样，这个心理暗示的作用特别大。拿来一个题，你无论多长，我就是逐字逐句的去读。我在读题的过程当中，我就不断的捕捉有效信息，捕捉有效信息。你说那句话到底是告诉我什么？到底是给我什么样的已知？它和求有什么关系？你剖析把它们关联上，这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好了，我们看看这道题吧。这道题有3个问，已知函数 y 等于 f(x)， 它的表达是个指数函数的形，大家有没有看到？你既看到了指数函数的影子，又看到了二次函数的影子。老师，没有平方哪来的二次函数的影子？是不是发现9了？我们是不是说让底数为质数，不要让它是合数？所以呢，底数还要统一，那它显然就能够写成3的平方。3的平方在 x 次方3的 2x 次方，3的 2x 次方就是3的 x 次方的平方，然后再减去 2a 倍的3的 x 次方，然后再加3。有没有看到 x 方 2ax 再加3？我们又看到了二次函数的影子，又看到了指数函数的影子。二次函数自变量的位置把指数函数塞在这儿了，函数套着函数，它是什么函数？复合函数。所以要把这些东西，常见的什么分段函数复合函数把它们出现指数的形式都要转化成底数统一的样子，要让它们都变成质数的形式，不要合数。这些小经验你要经常念叨。好了，第一个问我开始做。当 a 等于1的时候，大家怕的就是参数，你看这回它给参数赋值了。所以第一个问，当 a 等于1的时候，x 在0到1上取值 ，x 属于0到1，我想求 f(x) 的值域，我先把 f(x) 找到呀。f(x) 等于3的 x 次方的平方 a 取1减去2倍的3的 x 次方，然后再加3。如果你看得足够清楚，你足够的有定力，在我眼里3的 x 次方就像一个 x， 就像一个 t， 一个字母 m 一样，那你就不用还原。如果你看到不舒服，你就可以还原，设 t 等于3的 x 次方。所以呢，我们已经做了好多这样的题了，我们现在久经沙场，那么它无所谓了，所以它就变成3的 x 次方的平方减去2倍的3的 x 次方，我要配方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是1，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加1，那原来是加3，我再加个2，这3项合到一块儿就变成3的 x 次方减1的平方再加2。我是个特别严谨的人，我要验证一下第一项的平方，它们俩乘起的2倍，它的平方果然就是这个。你 x 在0到1上取值，这个时候建议大家还是，因为我要求值域嘛，你还是稍微换一下圆比较好。所以这个函数到这儿，你看 f(x) 你等于3的 x 次方减1的平方加2，其实呢你是个复合函数。如果 t 要等于3的 x 次方，那你不就变成 t 减1的平方加2了吗？
你要求值域，就是求 y 的取值范围 ，y 的取值范围和 t 有关 ，t 的取值范围和它有关。x 呢，定义于影响值域 ，x 大于等于0，小于等于1。所以我就小小的画了一个指数函数的图像，这是 x 轴，这是 t 轴，它是指数函数，底数大于1，穿过0、1单调递增 ，x 在0和1之间取值。那么我的图像就保留这样一小段儿，实心儿的 ，x 取0的时候 y 是1，x 取1的时候 t 是3，所以 t 就在1和3之间取值。那么这个20函数它的对称轴是什么呀？对称轴就是1呀 ，t 等于1呀。t 等于1，我在它的对称轴向右取值，这是 t 轴，这是 y 轴，这是 t 等于1，抛线开口朝上，抛线和 x 轴交点的情况不影响我求最值啊，所以我就不管。我的 t 从1取值取到3，它在1处拐弯，所以呢，正好落在它的单调正区间里边。我要求的是它的值域，所以 t 取1的时候它最小，最小就是2。t 取3的时候呢，3减1是2，2的平方是4加2，它应该是6啊。我们就没有画的太陡峭，所以值域我就知道了 ，y 就属于2到6。你看值域我也求完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特别严谨，条理清晰，没有任何冗赘的东西，也没有任何没有说到位的话，所以每一步一步扣着一步。好，这是第一个问。第二个问，当 x 属于-1到1，你看，第一个问它增加附加条件了，得到的 x 是 f(x) 是这样的。第二个问，那我可又恢复到原来的解析式了，因为它的 a 没有给我赋值，第二个问啊，所以我把它擦掉。在第二个问当中 ，x 属于-1到1。这个函数谁 f(x)，y 等于 f(x)， 它又回到了3的 x 次方的平方，减去2a 倍的3的 x 次方加3，它又回到最原始的解析式。我还是要把它配方。3的 x 次方的平方不动，减去2a 倍的3的 x 次方，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一半是 a， 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的平方，加个 a 方，加上落下来，多加了一个 a 方，我再减一个 a 方，前3项就配成了3的 x 次方减 a 的平方，然后加3再减 a 方，验算一下。第一项的平方，它们俩乘积的2倍，第二项的平方完全正确。那么这个函数它依然是个复合函数，复合函数呢会给我做题造成一点困扰，所以我还是像刚才一样，我先令 t 等于3的 x 次方。x 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1，它要跟着 x。这是 x 轴，这是 t 轴。指数函数底数大于1，穿过0、1单调递增。x 在-1和正1之间取值，图像保留这一小段。取-1的时候呢，3的-1次方是1/3，取1的时候呢，3的1次方是3，t 就在它们俩之间取值 ，t 就大于等于1/3，小于等于3。我不过就是想求一求你的最小值嘛，所以我就把它变成 y 等于 t 减 a 的平方加上
3减 a 方，其中我的 t 范围已经知道了，大于等于1/3，小于等于3。所以有的同学还有一点犹豫，没有什么可犹豫的。即使我应用它来求值域或者取值范围，我也是 x 取完每一个值，先把3的 x 次方算出来，是不是就先把 t 找到了，然后再接着算其他的？所以我就写 t 了嘛，把 x 取值，我在 t 这儿直接考虑 t，x 取值把它算完，直接看 t。所以这个函数它是个2次函数，它的开口方向是向上的。对称轴我需要知道，它的对称轴就是让2次项等于0，t 等于 a。所以当我做到这儿，同学们是不是想起来，老师有没有给你讲过？这叫什么类型啊？这叫动轴定区间。这个类型叫做动轴定区间的类型。什么叫动轴？对称轴它不确定，你知道 a 是什么吗？它落在哪里了吗？可是我 t 的取值区间我是固定的，我就在1/3和3上取值，所以它叫做动轴定区间。那么这样的问题，我要研究它的最小值，大家发现了，它的最小值是以 a 为致变量的一个函数，所以情形不一样，它的最小值是不一样的。那么 t 取值的这两个端点，把整个数轴分成了3部分。第一种情形这叫 t 轴，这是 y 轴，这是1/3，这是3。你的对称轴落在哪里呢？你可以落在1/3以及1/3的左侧，你可以落在1/3和3之间，也可以落在3的右侧，所以呢，你就落在1/3的左侧吧。第一种情形，当我的对称轴的 a 的值小于等于1/3的时候，我的抛线开口是朝上的，我在哪儿取得？我在1/3和3这儿取值，你看，我在哪儿取到最小值啊？在1/3处啊。如果你对称轴就落在1/3，然后对应最低点，那就在1/3处取得最小值啊。所以当我的 a 小于等于1/3的时候，我的这个 y 有没有最小值呢？有最小值，把1/3带到这儿，它就是1/3减 a 的平方加上3再减 a 方。最小值是谁呢？是 ha 呀。所以是不是以 a 为致变量的一个函数关系就出现了？好，第二种情况，我还是建立直角坐标系，这是 x 轴，这是 y 轴，这是1/3，这是3。我的对称轴可以落在它们俩之间，我是说落在1/3和3之间，我没有说落在它们的中间。靠近谁都可以，没有关系。反正呢，你在1/3和3上取值，3之间取值，一定是最低点取到的最小值，它是t 等于 a。所以第二种情形，不要忘了条件啊，在这种条件下，最小值是这个样子的。第二种情形，当 a 大于1/3，小于3的时候，对称轴落在它们俩之间。y 有最小值吗？有最小值，最小值是 t 等于 a 的时候，带到这里来 ，a 减 a 是0，3减 a 方。最小值是谁呀？是 ha。你看，在这样的条件下，它的最小值就是这样的代数式。第三种情形呢，我又画坐标系，这是 x 轴，这是 y 轴，
这是1/3，这是3，对称轴落在这，落在3的右侧。我的 x 在1/3和3之间取值，所以这种情形是当我的 a 大于等于3的时候，落在3这个位置也可以，比它大也可以。那么有没有最小值啊？在3这儿取个最小值。此时此刻 y 也有最小值 ，t 等于3，3减 a， 3减 a 括号的平方加上3减 a 方，它是谁呢？它就是 HA 呀。所以你看，在这种条件下，它的最小值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是不是写的比较零散？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结束语啊，我就借用这么一块地方，给大家说一下结束语。综上 HA， 它让我求的就是 HA， 你都等于什么呀？我等于3种情形，这种情形我要把它算一下啊。它是1/9减去2/a 加上 a 方加上3减去 a 方，然后正负 a 方就约了。负的3是9/27加以9/28，所以是9/28减2/a， 它等于9/28减2/a， 这是什么条件呢？这是 a 小于等于1/3的时候。好了，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它比较简洁，就等于3减 a 方，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是 a 大于1/3小于3的时候。还等于什么呢？它我也化简一下，3升的9，2升的6a， 加上 a 方加上3减 a 方等于 HA， 正负 a 方就约了，9加3 12，12减6a， 这是什么时候啊？ a 大于等于3的时候。所以综上我就得到 HA 的不同条件下的3个间隙式。所以同学们看这题多复杂啊！这我是刚刚做到第2个问，你看啊，又做了这么一大堆。好，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做第3个问。当复杂的问题你都已经见识过了，它再难还能难到哪里呢？2个复杂问题的叠加。所以你再见到，当你平时做练习的时候，你曾经从各个角度去研究函数，见过各种各样的类型，所以再出现些问题的时候，你一看你就知道，这个是分离参变量的办法去做。那道题呢，它是动轴定区间，马上你就知道了。好了，大家先看一下括号3。对于2中的 HA 被我擦掉了哈，我再把 HA 给大家表示一下。括号2中的 HA， 我曾经得到3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呢是 a 小于等于1/3的时候，它是9/28减去2/a， 还有 a 大于1/3小于3的时候，它是3减 a 方。还有 a 大于等于3的时候，它是12减6a， 这是括号2得到的结论。对于第3个问，括号2当中的 HA 在这里，
是否存在两个实数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什么条件呢 ？m 大于 n 大于3，哦，它们都是大于3的，所以呢，我觉得应该选这个大于3。第二个条件就是，当 a 大于等于3的时候，因为你的 m 和 n 不都是大于3的吗？定义预示它 x 就是从 m 取到 n 的，取比3大的数。当 a 大于等于3的时候 ，h 与 a 你对应的解析式就是12减 6a。它是什么函数啊？一次函数啊。它是负6a 加12，是不是单调递减的 ？y 等于 kx 加 b 的形嘛，它是单调递减的。你的 x 在 mn 上取值，你的 y 是这样的哦，好吧。所以我们根据题意就知道，当 a 等于 m 的时候。a 是因为我 a 是致变量，a 是致变量，它在这儿取值，它单调中间没有拐弯，它单调递减，所以当我取一个比较小的值的时候，我可以直接这么来表达吧 ，a 等于 m 的时候，也就是 HM 的时候，你得到的 HM。你是单调递减，你取的值小，它得到的 y 是大，它是等于 n 方的。a 要是取 n 的时候呢，HN 取 n 的时候，自变量取值大了，因为它是单调递减的函数，它这个相应的 y 值就是小的这个。所以呢，我们就得到，因为我有解析式啊 ，HM 就是12减 6m。12减 6m， 它是等于 n 方。取 n 的时候呢，12减去 6n， 它等于 m 的平方。他说是不是存在 mn？ 如果存在呢，就把它求出来；如果不存在呢，那就说明理由，就是我求的过程就是在说明理由。好了，这个是方程1，这个是方程2。那我怎么求呢？我要把它们俩，我想求出来 m 加 n 嘛，所以我用方程2减去方程1，我用方程2减去方程1得，我要解方程，要么就加减消元，要么就代入消元。我先用2减1，12减12没有了，负的6n 减负6m， 加上6m，6m 开头它依然是负的6n。m 方减 n 方就是 m 加 n 乘以 m 减 n， 6提出来6倍的 m 减 n 等于 m 加 n 乘以 m 减 n， 反正 m 是不等于 n 的 ，m 不是比 n 不是比 m 大吗？所以它不等于0，两边就可以约掉，所以我就得到了 m 加 n 是等于6的，这怎么可能呢？因为 n 是大于 m 的，都比3大，所以 m 加 n 应该是大于6的呀。所以 m 加 n 等于6与 m 加 n 大于6矛盾，不可能的。所以存在吗？不存在。上面的过程就是理由。好了。我又给大家做了一个经典的题型，我们从来不押题因为题它就像一块磨刀石，它只是用来砥砺我们的思想。我们在大量做题的过程当中，在反反复复咀嚼这些题的过程当中，记住了定义、基本概念，这些一些公式我们都运用的熟练。而且使我们的思维得到升华。这道题呢，它作为一个磨刀石，我们把这个理论都搞清楚了，道理都明白了，我们可以把题忘记，把思想留在头脑当中。好了，有关指数函数以及指数函数的大概10几种类型，我都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从下次课开始，我要给大家讲对数以及对数函数。对数和对数函数呢，就要比指数函数复杂的多因为对数的计算本身就是一大块，有好多公式。好了，下节课再见。